Hello， 大家好，我是住在清迈的 Tina 老师儿，是一名有13年教龄的雅思老师。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我的更多信息，可以去看这2个视频。今天的这个视频是雅思大实话栏目的第一个雅思内容视频，主要是为刚刚开始接触雅思的同学以及想要了解雅思考试的家长们制作的。内容是对雅思考试的一个全面介绍，主要包括下面这几个板块。第一个板块，什么是雅思考试？你应该选择雅思考试中的哪一种？第二个板块，雅思考试的形式、内容，雅思分数如何评定？雅思的评分标准。第三个板块，雅思考试如何报名以及费用，雅思考试当天流程，如何查询成绩，如何进行复议，成绩单及成绩递送。由于内容比较多，我会做成系列视频，方便大家观看，记得关注哟。视频中的内容来源于雅思考试中文和英文官方网站、雅思官方指南第2版的雅思手册，以及我13年的教学经验。亲爱的同学和家长们可以放心使用哈。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雅思考试的基本信息。大家通常看到的 IELTS， 雅思的英文缩写，代表的是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 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这也表明了雅思是一项全球化的标准测试，是对听、说、读、写4项英语交流能力的测试。雅思考试的主要对象为打算在以英语作为交流语言的国家和地区学习、工作，或打算向这些国家或地区移民的人士。雅思考试在全球广受欢迎，被14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1500所教育机构、雇主单位、专业协会和政府部门认可。近年来呢，随着雅思考试在中国地区的推广，将近有300所中国高等院校将雅思作为入学筛选、学分置换、奖学金申请等英语能力评定标准。国内中国企事业单位在招聘时也将雅思作为语言能力的证明。作为一名雅思老教师，我可以保证，入股雅思绝对不亏。接下来我们说说雅思考试的种类，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相应的雅思考试即可。那在雅思的官网上呢，是这样写着的，分为了3类考试。第一类呢是雅思考试，第2类用于英国签证和移民的雅思考试，第3类雅思考试生活技能。大家所熟知的应该是第1大类普通雅思考试，它分为学术类，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 A 类 Academic， 和培训类，也就是平常所说的 G 类 General Training 类。如果你是要出国留学，申请本科及研究生及以上学位，就要选择雅思考试中的 A 类。如果是要申请英语国家移民，比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及英国，或是申请去国外工作培训，以及申请一些非文凭类的课程，则要选择雅思考试中的 G 类。现在我们来看看第2大类，用于英国签证和移民的雅思考试，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 UKVI 类 UK Visas and Immigration， 代表英国签证和移民局。由于其在2015年4月起实施了新的签证类安全英语语言考试政策，雅思也相应的推出了 IELTS for UKVI。 如果你需要申请英国院校的英语强化课程、预科课程、语言课程以及本科以下的课程，或者呢需要获得专业的资质，则需要选择 UKVI 的 A 类考试。此外呢，它还可以用于出国留学就读具有高度可信担保方身份的英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本科研究生或以上的学位。当然，这是仅当院校明确要求申请者提供用于英国签证及移民的雅思成绩时适用的。
所以呢，当大家不确定自己是要考普雅还是 UKVI 时，最好和自己的留学中介确认清楚，或者呢，到所申请的学校招生页面上查清楚学校是否要求 UKVI 雅思。那 UKVI 的 G 类呢，也是用来申请英国国家移民培训及非文凭类课程用的。UKVI 类的考试内容、形式、难易度等级、考官和评价标准等，与普通雅思考试是相同的。那它们的不同之处，除了上面提到的申请功能不同之外，还有下面几点。那第一点呢，是它们的安全监控水平不同。英国签证和移民局将加入考试安全监管，所以为了满足英国签证与移民局对安全监控的要求，承办 IELTS for UKVI 的考点，它的安全监控技术和级别呢都将更高。这一点就决定了第二点不同，它考点的不同。因为并不是每个考场都能同时承办普雅和 UKVI 考试的，所以如果要报名 UKVI 考试，一定要先查一下你去参加考试城市的考点是否有 UKVI 考试。考点信息可以在雅思中国官网上查到。第三点呢，考试费用不同。普通雅思目前报名费是人民币2170元，UKVI 雅思是2220元。此外呢 ，UKVI 类的成绩单上会注明学生参加的是用于英国签证及移民的雅思考试。总的来说 ，UKVI 雅思的功能比普雅更全面一些。除了具备普雅的功能外，还能较全面地申请预科和语言班。所以如果计划是去英国留学，尤其是有读预科和语言课的可能性时，推荐大家选择 UKVI 雅思考试。最后来说一下第三类，雅思生活技能 IELTS Life Skills。目前在国内有 A1 和 B1 两个级别。A1 级别呢，适用于配偶、探亲类英国签证的申请。B1 级别适用于入籍、永居类英国签证的申请。生活技能类的雅思考试比前面的两类都要简单很多，只考察英语口语和听力水平，报名费用也比前两类便宜，为人民币1250元。好，说到这里，大家应该对雅思考试的基本情况和种类有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了。如果有任何问题，请在评论区留言。敬请期待下一期关于雅思考试的内容形式、分数评定和评分标准的视频。我是住在清迈的，还没完呢，后面还有一个彩蛋。之前呢，在很多雅思公众号上传的沸沸扬扬的雅思可以考单科的消息，相信在众多考鸭们刚听到时一定是为之一振。可是这些消息很快就下架了。在我为视频查资料的时候，在雅思全球官网上看到了相关的消息，现在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官网上关于雅思单科报名的重要信息有这么几点。首先，报名雅思单科考试的前提是要先参加一次雅思机考 ，a full IELTS on computer test， 而且参加机考的这个考点是有资格提供雅思单科考试的考点 ，a center that offers IELTS one skill retake。其次，在考完这次机考之后的60天内，可以报名雅思单科考试。当然了，最重要的信息是，目前雅思单科考试只在澳洲某些选定的考点实行，但是官网也有说很快会推行到全球的考点。原话是 It will soon be available at more test centers across the globe。 那如果在澳洲的同学们算是有福了，但对于所有的考鸭来说，这真的算是一个好消息了。那就让我们期待这项考试在全球考点的实行吧。我是住在清迈的 Tina 老师，记得关注，下次见啦！